中国人吃早饭的习惯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。此后，华夏大部分地区都实行早午晚3餐制，利于生活，也利于生产。尽管一日3餐几乎成为人类共同的饮食制度，同样的饭食在中国却变换出不同的生活节奏，塑造出各异的人生感受。现代城市人早餐的首要需求就是简单快捷，天津人最懂得这一点。绿豆面展开一个美妙的圆形，薄匀不破；鸡蛋保证营养；果篦儿，馄饨皮油炸而成，金黄酥脆；煎饼果子外柔内脆，咸香兼备，享受它只需要2分钟。中国早餐味道至关重要。苦心经营18年，秦云深知其中奥秘。32号、40号、47号2麻辣小面。重庆人天天吃小面，越吃越想吃。好多时候早上啊，好像不吃小面呢，都觉得好像我们家一天来都不舒服。老板儿，来碗小面，撒点海椒，倒点花椒，加个蛋哦。要得要得。一碗香气扑鼻的小面下肚，重庆人才真正醒来。碱是和面的关键，它能使面中的骨胶蛋白结成致密的网络，锁紧淀粉颗粒，面汤不致浑浊，还能让面条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。长江流域各大码头都有碱水面的地盘。苏州面味道来自于汤，清而不腻。细面是苏式面的精髓，装碗不脱水不泼汤。夏季的大肉面，浇头是一块白嫩肥美的焖肉，白糟粒粒，面汤鲜滑。武汉人把吃早饭叫过早，口味偏好咸鲜。面窝、3鲜豆皮都是广受推崇的早点，而碱面做的热干面，才最代表这个城市的气质。水煮拌麻油晾干，芝麻酱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，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。要达到这个效果，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。除了当老板，重庆的秦云还收徒弟，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。在我面呢，麻辣味含淡不够。做面呢，更多的用心去做。你如果不用心去做，都是个佐料摆在上面，随意的拿着瓢瓢或者说个把，肯定不得行。包括你对佐料的了解度啊，肯定不够。重庆小面最独特之处在于调料的多样，辣椒、红油、花椒油、酱油等12味佐料搭配。味道的平衡全靠手上拿捏。锅传下肚。重庆小面馆大都只做早市和午市，下午时间用来炒料。秦云也不例外。我用很大的力。热力喷薄，香料登场。辣椒浓香四溢，1香2辣3提色，这是多年的经验。除了小面，秦老板的招牌是牛肉面。
牛肉每天限售10公斤。精明的营销方式，让这里每天排起饥饿的长龙。感觉怎么样？麻辣鲜都达到那个味道了。你这次做的哈，确实很不错。如果说你每一碗面都达到今天的下给师傅吃的一碗面，那种，你可以比得了，没问题的了。下一个是哪位？小面的小，既代表价格低廉，也流露着随意轻巧的美食态度。今天，它已是这座山城的早餐名片。不是所有早餐都以快取胜。在广州，早餐享受的就是过程。早晨7点，位于老城区的酒家门前站满等候开门的人，而点心师傅已经忙碌了整整3个小时。一样样精致的茶点，被一双双灵巧的手赋予生命。广东早茶丰富而奢侈，茶只是借口，更重要的是点心、菜肴、粥品。每个回头客都有自己心仪的座位。早茶长盛不衰，与广东近代以来的贸易兴盛有关。56岁的陈月霞退休后成为这里的常客。陈月霞的儿子，29岁的梁景轩是位律师。同在广州，他的早晨却格外緊張。我經常都嚟唔切食早餐嘅，喺路上買麵包買牛奶，一邊行一邊食。始終覺得工作最重要。你冇工作你就生存唔到，生存唔落嚟，你談咩生活啫？廣式茶點有乾濕2種，乾點最為精緻。招牌蝦餃，水晶餃皮包裹鮮嫩蝦仁，餃皮柔韌，蝦仁甜脆，糅合出鮮美的口感。統計表明，廣州早茶的平均消費時間在1小時以上。廣州是年輕人奮鬥的戰場，也是老年人生活的天堂。2013年，廣州60歲以上人口125萬，佔總人口的15%，已經進入老齡化時代。這是中國的縮影。這座城市，一隻手托舉着發展，另一隻手托舉着傳統。高速運轉的都市，給年輕人提供更多創業的機遇，也擠壓了他們像父輩那樣享用午餐的時間。喝完早茶，母親的主要工作就是準備晚飯。生抽、糖、酒、醋、水5種材料燜出5味鴨。新鮮的鱸魚最適合清蒸。西洋菜豬骨湯，去油解膩，4季皆宜。一頓精心烹製的晚餐，等待着打拼了一天的兒子。與梁景軒相比，
另一些年轻人的3餐更加单调乏味。杨圆圆，到。品质要保障，品质要保障，人人放心上，人人放心上。耶！每天早晨7点半，16万人开始聚集，人潮汹涌的一幕，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厂区，每周5天重复上演。工厂的生产主力是像杨圆圆这样的90后，他们刚从学校毕业，长时间重复简单劳动，对每个人都是挑战。21岁的杨圆圆必须每5秒完成一次操作，每天重复5000次，约7个小时。园区中央厨房同样用工业化模式制造1日3餐。这些标准化食物首先注重食品安全，其次考虑营养均衡。每天2吨鱼、3吨猪肉、15吨蔬菜、15吨大米，满足8万人的消耗。20个大大小小的餐厅分布在园区各处，最大的能容纳2000人同时用餐。每工作2小时，休息10分钟，午饭时间1小时。和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一样，杨圆圆们必须努力跟上这里的节奏。徐磊，湖南人，在此工作了11年，如今管理着200多人的班组，负责制造国际品牌手机。核心生产车间对外高度保密，给庞大冰冷的工厂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园区外密集的住宅楼群里，是徐磊和妻子文飞的家。腊鱼是夫妻俩都喜爱的家乡美味。浸泡、水煮，去除多余的盐分和杂质。在油锅中煎至2面焦黄，加辣椒、蒜、姜、豆豉，大火蒸20分钟，就可以把它们暂时带回遥远的故乡。几百公里外，徐磊的老家，岳母赵菊香从山上取黄土，用于制作一种古老的食物。1400多年前，中国农书中记述了这种美食的制作方法。赵菊香带着1岁半的外孙女儿买回新鲜的鸭蛋。一场化学与时间的持久战即将开始。1公斤鸭蛋，200克盐，盐水冷却，与黄泥搅拌，将蛋没入其中。食盐中的钠离子和氯离子透过蛋壳逐渐渗入。鸭蛋在密封的坛子里沉睡，等待被唤醒的时刻。过来看一下了，刚发过来的一个新的视频。你看，哇，玩心比较重啊，你没看到啊？也要读书怎么办？因为当时也是没人带，所以就给我妈去带了。
想也没办法，我们就每天一个电话回去，每天一个电话。1个月后，盐分渗入，水分渗出，鸭蛋固有的性状和风味发生改变。混上草木灰，保质保鲜，防止破碎。它们将把美味和思念带到他乡。咸鸭蛋的迷人来自于蛋黄，腌制过程中分离出的脂肪聚集形成鲜香的蛋黄油。咸蛋黄独有一种绵密与颗粒感兼备的沙软口感。这么大！家乡的味道有种特殊的魔力，能让天各一方的家人穿越时空，聚在一起。理想就是让家人过得幸福，让家人过得互通有无。好了，这是爸爸。爸爸。哎，下了。爸爸，好了。爸爸。哎，这里呢？妈。哪个是妈？妈。你想了，爸爸想了。我16、17岁出来的，然后现在28岁，11年，我的青春全部给付出开了。数百万年轻人在这座工业帝国里，为全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国籍模糊、更难分辨个人印记的全球化产品。一日3餐，浸透着青春和汗水。不仅仅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，深山里也有不得不选择简单生活的人。小气要慢了点啊，恼火得很。搞线路的也就是这样子的，2条腿走出来了。基本上这些方面一看。顾涛，电力公司职工，有20多年巡线经验，常年在崇山峻岭里穿越。一个班组1年步行总里程超过25000公里，相当于3/4个赤道。电塔脚下，生活的是凉山州的彝族。7月底是马铃薯的收获季节，当地人把马铃薯称为洋芋。这里出产的洋芋根茎膨大，支链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，口感格外绵软。海拔2600米以上高寒山区的布托县，出产一种马铃薯中的极品乌洋芋。种植要求高，产量少，乌洋芋皮薄质嫩，淀粉含量高。炒洋芋是最家常的一道美味，而更原生态的彝族吃法是火烤。烤熟后的洋芋香气浓郁，沙瓤酥软。8月初，1年1度的彝族火把节来临。坨坨肉，凉山当地乌金猪的仔猪，肉嫩不柴，香而不腻。经过火烤的猪肉被切成拳头大小，用猛火煮，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儿。但所有这一切都和顾涛无关。哎呦，这些吃根烟，哎呦，喝点水，吃干粮。第一次爬山，要多吃一点。先拿着钱，不够反正你给我钱，阿伯多吃点，哎，小伙也大得很了。快速发展的中国，总有人因为生计，放弃享受，
与美食匆匆擦肩而过。大别山深处，一群少年即将开启一场艰苦的跋涉。照顾女儿高新雅的一日三餐，是李希每天的任务。每年紧随高中毕业，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，简称高考，是近千万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。毛坦厂中学2万名学生，是安徽省最大的高考生源地之一，也是家长心目中的高考工厂。学习异常紧张，休息时间宝贵，有条件的家长选择陪读。春暖花开，李希正寻觅一种路边的野菜。蒿子，草本植物，俗名八蒿。农历3月3，当地传统要吃蒿子粑粑。陪读条件简陋，但李希依然遵循这个习俗。浸泡、去汁、剁碎，蒿子叶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大米磨成粉，加入咸肉，蒿粑的风味和营养更加丰富均衡。当季野菜是女儿食谱中最好的调剂。每一个陪读家长都有自己的心得。90个高考班，每个教室都坐满100余名学生，整个校园充满了如临大敌的紧张和亢奋。学生有半小时的午休时间，吃过蒿子粑粑，离高考已经不足2个月。好吃啊！高新雅和母亲住在学校附近，更多住处较远的学生没那么幸运。短暂的用餐时间，没有固定餐桌。他们的父母又多了一个陪读任务，送饭。每天中午都有几千学生在校门口用餐。这个原样都3口咬，差不多，有点少。时间和精力全部留给了下一代。然而，随着知识日新月异，不少家长能做的就是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，比如做饭。饭菜的质量关乎考试成绩，甚至直接决定孩子的命运。临水而建的小镇只有1万居民，高考使这个数字陡增了3倍。往日的恬淡生活和几近失传的手艺，与学生们的匆忙脚步并行着。老街上，豆腐坊依然使用最古老的方法制作远近闻名的豆干。这种2厘米厚的大豆制品，温软嫩滑，
富于弹性。他很睡是睡不好了，因为这里面的教学模式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。但是呢，后方的生活我肯定要在营养方面、搭配方面尽量让他吃好一点。再过一天，高新雅就要离开，去市里参加高考。李希加倍用心，为女儿做临行前最后一餐。干子烧肉，白嫩的豆腐和丰腴的五花肉，浓油赤酱，鲜香可口。现在紧张吗？有点，有一点，好吧。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不紧张？好了，跟你不一样哎。你们现在念书是受教，我那时候念书是享福呢。还行吧。我在陪孩子这近10个月当中，也许是我一辈子当中是最幸福的、最开心的一段时间。象征马到成功的拖鞋完成了，母女俩共同经历的难忘时光，即将画上句号。为了追逐我们心中的梦想，我们从全省各地来到我们毛中这个大山里面的一所中学。我们沿着弯弯山路进到这里面来干什么？来学习来了，来进行来修道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出关。简单生活并不一定出于无奈，有时它是发自内心的选择。上海，素食爱好者在普通菜蔬中寻找着健康乃至人生的意义。选择素食的中国人已经超过5000万。清心寡欲，自古就是中国先贤修行的前提。如今，简单素食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益身心，它甚至成为餐饮业者招来顾客的一种方式。所以要将单能过来。美食我觉得，是一个很温柔的武器，它所向披靡，没人不被折服。王爱华找遍每个街角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美食清单。为筹备社区聚会的中秋素宴，爱华的工作夜以继日，几样关键食材还需要他出力。红豆沙和陈皮加入红糖混合而成的馅料，这是他的秘密武器。上世纪60年代，香港70%的蔬菜来自本土，如今这个比例不到2%。粉岭，尚未被房地产开发吞噬的土地，农夫依循传统耕作方式，只用有机肥，只种当季菜。虽然产量低，但爱华信任这样的农产品。冰皮月饼是爱华为中秋素宴预备的点睛之笔。在中国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月饼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反叛月饼的传统制作方式，香港首创了冰皮月饼。糯米粉、黏米粉和澄面混合的冰皮包裹着豆沙馅儿，软滑香糯，无需烘烤，冷藏口感更佳。知唔知道咩叫快樂廚房？點解會叫做快樂廚房？現代生活把食物簡化為貼上價籤的消費品，快樂廚房的菜肴則讓人思考食物和自然以及生產者的關係。世事變遷，人心進退，越是在水泥森林裡久居，越向往對農耕生活的回歸。社會的急速變化，攪動着每個人的內心。香港繁華依舊，但最奢侈、最時尚的，已不再是豪宅廣廈，而是最簡單的田園。如何順應自然傳統，在內地或許可以找到更多的生態樣本。每天早晨，72歲的龍仙貴都在古藺河裡捕魚，這是他的早鍛鍊項目。古藺縣，四川最邊遠的縣城，赤水河流過境內。依據發展規模，中國將城市分為3類，古藺是比3線城市更小的城鎮。古藺手工面，耐煮润滑，口感细腻，有很强的吸汤能力，是早餐首选。成熟的豌豆炖烂，当地叫趴豌豆，加入面条，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。小城市啊，比那个农村比较近，农村那些些菜比较多，交通又方便，摩托车一拉起来哈就来卖了，他一堆了就走了，所以说对于菜蔬就比较好。赤水河边的小城，生活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前工业化时代，食材供应半径不超过30公里。选3年以上的公鸡。肉爪子扎破鸡肉，防止开裂。30多味香料熬制底汤，反复使用的卤水可以留存并不断增加鸡肉的香味儿。汤味浓郁，还要配上红油蘸料，这是古藺麻辣鸡最显性的味觉标志。麻辣鸡是曾孙女龙美琪的最爱，龙大爷急于给美琪一个惊喜。喂，通了吗？家里啊，通了，通了。嘿，接着，找着你够你接着，这就会吃回来。你这娃儿不听话，中午那顿做半天了，都几天不听话。你再吼。没得糖哟，没得，没得糖还要叫唤呀。但是我只是没得。你那叫唤来骗老子跟俺是要的嘛，我这下是一样的。
世代同堂要双老的在，当然娃儿些对我们孝道要是好。黄辣丁，学名黄嗓鱼，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。这些野生鱼是龙大爷清晨的收获。烹饪黄辣丁，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。古蔺做法常用盐酸菜和泡椒烹煮，既去除鱼腥，又激发鱼肉的鲜嫩。好了，起锅了。卤制将近1小时，麻辣鸡出锅。饱蘸红油，麻辣得当，肉质细嫩，香气扑鼻。几十年来，几乎每个周末，龙家都会出现这样团聚的场景，和一桌风生水起的宴席。来，祝2个老人身体健康哈！来吧，大家的健康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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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好。我就愿意在这个小城市生活，到个大城市里面我还不喜欢。空气哟、卫生哟、各方面的环境哟，都有好转。清新的环境，低廉的物价，平淡缓慢的日子，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，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。这曾经是我们的传统，但在今天，它开始变得稀有和珍贵。久居紧张喧闹的都市，另一些人选择逃离，找寻心目中的简单快乐。大理，北京人史旭霞和王冲来过多次的地方。每次短暂驻足，两人总是意犹未尽。从北京西四环到大理洱海门，3000公里，有了脚踩土地、头顶蓝天的踏实感。更大的改变是结识邻居李奶奶，这是史旭霞小时候才有的邻里关系。这些连带下来都是生产自己。新鲜的洱海鲫鱼，肉质甜美。7分了那个，6、7分熟。李奶奶是厨艺高手，爱好美食的史旭霞不会错过一切学习的机会。花椒面。白木瓜，大理人叫酸木瓜，是这道菜的味道识别码。吃不能煮进口啊。白木瓜的酸，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，使得鲫鱼肉有绵长的回味。鱼肉滋嫩细腻，汤味儿鲜辣香醇。够酸的。
洱海，中国第7大淡水湖，水质优良，水产丰富。白族渔民世代在此捕鱼为生。苍山，平均海拔3500米。7月雨季是采摘剑手青的季节。采菌人清晨上山收获新鲜的菌子，下山立即售卖，当地人称为招菌午时。剑手青，学名红网牛肝菌，破损后产生颜色变化，这是它含有毒性的标志。误食容易中毒，高温是解毒的关键。2次烹饪，先过一遍油，再次猛火持续爆炒，保证菌子彻底熟透。新鲜的剑手青口感爽脆，并伴有奇鲜，这是它虽微含毒性，却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。确实好吃，特别鲜。看1次了。逆城市化生活。清静的日子，新鲜的空气，和睦的邻居，天然食材的饭菜。大理的生活体验，让史旭霞和丈夫做出一个重大决定。2013年初，两人辞去北京的工作，移居大理。粗茶淡饭不一定苦闷，别人眼中的虚度生活，在我眼里却是无比珍贵的时光。这是史旭霞日记里的一句话。6月5日，70辆大巴，140个车次，载着1万多名考生，从毛坦厂中学出发。对李希来说，辛劳而幸福的陪读，是母女俩难得的亲密生活。孩子长大，离家会越来越远。梁景轩每天早晨的出行都像是一次艰难的远征，只有晚上回家，才是真正的歇息。一碗热汤，承载着一个广东家庭的温暖亲情。结束繁重的工作，杨媛媛走出工厂，转身投入自己的生活。无论对工作有多少抱怨，她仍然很享受这段青春时光。大凉山火把节的庆祝活动进入高潮，紧张的巡线任务告一段落，顾涛也坐下来品味美食。对美味的渴望，源自人类的本能。然而，关于美食，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。适荤如素、快食慢餐，都有各自的理由。今天，空前丰盛的食物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并存。如果到先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，他们或许会这样告诫我们短暂的一生：广厦千间，夜眠仅需6尺；家财万贯，
日食不过3餐。在探寻美食的路上，舌尖上的中国摄制团队将要挑战极端的环境和面对各种艰辛。花絮将为您讲述他们的故事。